在大熊猫疫病防控的科研前线，有一支特殊队伍正悄然守护着国宝的健康。我们希望在病毒到达大熊猫家门口之前，把它拦截住。他们的战场不在山林，而在显微镜前与实验室中。他们的敌人并非可见的猛兽，而是那些微小却致命、随时可能变异的病毒与细菌。去年的话，我们是检测了4000多份样品，每一次准确的检测报告都守护着大熊猫健康安全。从野外到圈养，从源头到个体，一场关乎物种存续的疫病防控攻坚战从未停歇。在大熊猫栖息的山林，栖息地周边的未免疫犬类可能成为野生动物疫病传播的潜在风险源。致命的犬瘟热病毒曾让大熊猫付出惨痛代价。犬瘟热其实对大熊猫的这个危害是目前我们列成这个头号杀手，因为它基本上是感染之后你来不及抢救，这个动物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也觉得在圈养环境也好，在野外环境也好，都要就是大力去防控的一个疾病，因为它主要来源其实就是犬。为了将风险拦截在家门口，科研人员主动将防线前移。现在的防控手段就是我们会在保护区周边，包括基地的周边这些流浪狗，我们给它接种这个犬瘟热的疫苗。作为工作的一个前线小组，我们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的。像这种保护区的话，它地势还是比较险要的，这个车辆是无法进入的，所以我们全部要靠一个徒步来完成这个工作。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周边的犬只的一个管控，我们也做一定的这个科普宣传。包括周边的老百姓啊，包括居民呐，就一定要把这个狗做好拴养的工作，同时有条件一定要接种这个疫苗，不光是犬瘟热，还有狂犬。接种疫苗的犬只大大提高了抵抗力，对病毒形成免疫，从而降低了将犬瘟热等病毒传染给大熊猫的风险，给野外大熊猫形成一层屏障。除了我们给它做免疫以外，还需要采集一些它的样本，比如说一些粪便或者是血液回来，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些检测，来看一下它是否携带一些常见的大熊猫会感染的病原。野外采集的样本不仅可以基于检测结果提前采取预警措施，防止病毒扩散至大熊猫种群，同时积累的检测数据还能为大熊猫疫病防控方案提供优化依据，从源头上进一步降低犬瘟热等病毒对大熊猫的威胁。我们希望在病毒到达大熊猫家门口之前，把它拦截住。在圈养环境下，防是第一基石。严格的兽舍消毒、定期的健康体检，以及大熊猫转移涉及的隔离检疫等，共同构筑起坚实的堡垒，将已知的威胁拒之门外。因为我们叫重大疫病预防与控制嘛，所以我们有预防的，有控制的，然后有监测的。目前来说，大熊猫面临的主要疫病包括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病。由于圈养大熊猫种群密度大，个体交流频繁，实验室诊断与筛查是重要把关环节。常规开展一源疫病筛查，尤其针对需转运出境或外展的大熊猫，可提前发现潜在健康问题，避免因转运应激诱发未检出疾病。筛查结果会形成报告，随大熊猫建立完整健康档案。除了大熊猫个体的健康防护，环境监测也成了大熊猫防护的一环。我们现在讲 One Health 就是统一健康，统一健康里面其实人、动物、环境，这个都是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些都不是独立的，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其实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环境的重要。我们除了大熊猫的病原我们要做检测，那我们同时对这个环境，比如它里面的水源，包括有一些兽舍区域的土壤，我们把它的病原也做一些调查，那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收获。我们现在做到的是每一个季度检测一次，但是我们同时会针对有一些，比如说新装修的兽舍，比如说隔离检疫之后的兽舍，检疫的动物要进来之前，我们还会做一次环境监测。那我们在太阳产房投入新的一个动物使用之前，我们是做了全面的这个环境监测。那如果说这个环境里面我检测到了一些致病性的这个微生物，那我可能会在消毒手段上做一个消毒的一个升级，一直
测到它环境安全为准。一旦出现异常信号，警报即刻拉响，饲养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兽医，兽医则会根据症状收集样本送往实验室，科研人员根据症状缩小范围进行检查，快速聚焦病源是与死神赛跑的第一步。而大熊猫的独特性让这个领域仍存在不少空白，每一次突破都是对这些未知领域的精准填补。最早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大熊猫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贫血，还有尿血的一些临床症状，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之后发现了大熊猫感染巴贝斯虫。巴贝斯虫它是一种感染在血液当中的原虫病。那像包括人、还有牛、羊等多种动物都有报道过。那这个也是熊猫基地首次发现大熊猫会感染一种新发的寄生虫病，也是我们最早报道出来的。为此，我们后面才建立了这个整个的检测的一个平台和检测的方法。随着监测平台与检测方法的不断完善，检测技术也不断进行迭代升级。我们目前这种检测方法还是基于这种普通 PCR 的检测，耗时就比较长，而且检测灵敏度以及准确性都还有待提高。然后我们现在引进的这种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它在检测时限、还有检测灵敏度以及准确性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以后的这种检测的发展方向呢，就是基于荧光定量 PCR 的这种方法上，开展这种多重的这种一个检测，缩短我们的检测时间。确认病源后，科研人员会反馈给兽医，再结合临床经验进行治疗。如果是细菌感染，药敏试验能像导航一样指引兽医实现精准用药。前段时间有一个个体，它有腹泻的症状，我们做了细菌检测，确实检测出致谢性大肠杆菌。我们又做了药敏检测，药敏检测的主要作用是要检测这个大肠杆菌对什么抗生素耐药，给兽医做临床用药指导，可以选择针对性强的一些药物去，这样也是保护它的一个长期健康。守护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即使面对不幸死亡的个体，守护也并未结束。详尽的病理分析，如同解开生命最后的密码。野外大熊猫几乎是100%都有这个蛔虫感染的。那我们经历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大熊猫它是死于蛔虫的感染，但是其实我们在整个解剖的过程中，我们跟兽医团队一起，我们就发现了，其实这个蛔虫只是一个诱因，它真正引起死亡其实是这个蛔虫在体内乱窜，急性胰腺炎。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觉得我们的驱虫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依然也有一些这个蛔虫感染的一些个案，那我们就要尤其小心，这个蛔虫在感染了之后，会不会到达体内其他的一个脏器。每一次对死亡的深刻认知，都转化为更宝贵的经验，应用到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中。然而，守护大熊猫健康之路道阻且长，它们独特的生理和免疫系统让许多常规药物和方法失效，加之系统性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样本稀缺，基础数据薄弱，诸多核心问题仍是横亘在科研人员面前的巨大挑战。你科学技术是快了，但是这个疫病也在变呢，那熊猫的病呢也在变，大家更要用这个科学技术，用新的技术来研究对付它。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这个疫苗。宠物上是有很完善的这个疫苗的，因为宠物它有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市场，700多只熊猫去做一个生产线，做一个疫苗，其实从经济投入跟产出上来讲，对很多厂家来讲是有一个挑战的。传统的疫苗研发周期长达10年以上，为了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疫苗研发思路。大熊猫是不可能当成我们这个本体动物来验证你这个疫苗效果最终怎么样的。去年的话，我们是检测了4000多份样品，然后其实这个检测工作是占了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个时间。做了这些监测和检测之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就会拿来开发一些新的技术，提高我们的检测效率，然后研发一些疫苗或者抗体。现在也在尝试做一些这个体外的
培养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大熊猫本身的细胞，想要结合一些 AI 来做我们的科研。我们也联合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包括院士团队，包括一些其他的高校研究所，联合开展大熊猫的这个疫苗抗体的预防性手段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有特别多。从栖息地边缘的威胁因素管控，到圈养种群的精准健康监测，从快速响应的诊断利器到持续深入的溯源研究，这群科研工作者正以科技为经纬，编织着一张守护生命的坚实防护之网。而在这些守护者心中，都藏着最朴素的愿望。大熊猫不仅是可爱的国宝，更是衡量生态系统关键的生态指标。保护它们，实际上是守护包括金丝猴、羚牛在内的万千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我希望能够缩短大熊猫疾病检测时间，提高检测准确性。我希望我们手中的显微镜和实验室数据，最终能为大熊猫整个种群的健康发展筑起一道无形却坚不可摧的免疫长城。我希望我们未来看到的每一只熊猫都比今天看到的更加健康。我希望生物井中长鸣，绿水青山长存。我希望大家能多关注大熊猫的保护研究，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力量能够加入我们，保护大熊猫，为生物安全做贡献。